爸爸，你在流血。默默，爸爸没事。乖，默默当时是等爸爸啊！爸爸把那些坏人打跑了，就过来接默默。可是那些坏人好可怕。不怕，默默忘了，爸爸可是超级大英雄。默默，不要乱跑啊！这么乖。默默一定要乖，不要乱跑，等爸爸回来。爸爸，我会在这里乖乖的等你。好。抓住那姓名的，他黑了我们老大3个亿，抓住给我去弄死！爸爸不要默默了吗？爸爸不要默默了吗？爸爸不要默默了吗？16年了，我还是没有等到爸爸回来找我。曼曼，元川，你待会儿还要召开集团会议，会累的。昨晚还不够吗？确实不够，不过我的确是要走了。你上次的任务完成的不错，这是奖励，500万，自己上街逛逛，别闷在家里。谢谢，老公。下次不准这么叫，因为我不喜欢。知道了，没外人，我就跟你开个玩笑。我不喜欢开玩笑，金麦，我可以给你一切，但唯独名分这件事情，我们协议里有写。好的，副总，慢走不送，别耽误接待下一个客人。金麦，别挑战，你这辈子都只会是我的人，也只能是我的人。给我把门撞开！我倒要看看傅远川夜不归宿到底在这里藏了个什么狐狸精。
宁子言，我们还没有结婚。没结婚你就可以在外面胡来是吗？你就不怕我告诉爸爸？没结婚，我就可以随时取消婚约。这可是父宁两家的婚姻，你怎么能说退婚就退婚？你一个养女儿，要不是真千金宁梦梦早年走失，哪能轮得到你？远川，我大老远跑来看你，你怎么能说这么伤人的话？我也是人，也会有情绪的。那我建议你以后少点情绪，因为我不喜欢。好，我保证以后乖乖的。走，我开车送你去上班。10年前，傅远川将我从孤儿院带回了家。那一刻，我以为自己遇见了光明，谁知却是圈养的笼中鸟。季小姐，宁家首富正悬赏1个亿，全世界找女儿。季小姐，这是宁天宇的所有资料，希望对你回忆身世有所帮助，但只有纸质资料，没有他女儿小时候的照片。他权势地位这么高，怎么会没有女儿的照片啊？据说10几年前，宁天宇家里起了一场大火，他的家人几乎都死了，一切物件也都烧光了。什么？这么惨？那场大火你有印象吗？我会想办法弄到宁天宇的 DNA， 到时候跟您的做个比对。多谢。拿钱办事嘛，不过您也别抱太大希望，寻亲这种事成功率不高，不然也不至于每次都上新闻。你还挺会安慰人的。10多年了，我也没有想把他当成人生的救命稻草。只是我真的很想知道，爸爸他到底有没有活着？当年到底有没有回来找我？我当时自己一个人在小巷子里待了3天，一直在等他，一直在等他回来找我。梦梦，梦梦。是爸爸对不起，爸爸回去晚了。是爸爸对不起。可惜啊，妹妹小时候长得真漂亮，现在也应该是个大美人吧？他现在是死是活我都不知道。爸，你花了1个亿赏金，还是没有妹妹的消息吗？所有的线索都是骗人的。
可能他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。如果妹妹不在了，我会像亲生女儿一样照顾您的。子言，虽然你我没有血缘关系，但就算是找回了默默，你和他也没有任何区别。我知道的，爸。爸，您怎么了？没事，就是心脏有点不舒服。没事，子言，答应爸爸，一定要找到默默。至少在我死之前，我想见见他。爸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找到他的。该死的，你最好早就死在外面了，别想跟我来抢宁家的千亿家产。宁家老爷子突然又悬赏1个亿，要找自己的亲生女儿。看来他的心脏病已经越来越严重，临死前想见亲女儿一面。是啊，听医生说，就算以宁家的亿万家产做支撑，最多也就能活5年。病死他太便宜了，他必须死在我的手。你想走？既然你已经跟人订婚了，我又还有什么存在价值？静麦，我不是跟你商量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你敢离开我，我绝对让你生不如死。我绝对让你生不如死。你不是想知道你的父亲吗？你知道我父亲是谁？你在我身边待了10年，我自然有的是时间慢慢调查。关于你的一切，我比你更清楚。你想我做什么，才会告诉我的身世？假扮宁天宇的女儿，然后完成这最后一项任务，我自然放你脸。假扮？你的意思是，我不是他女儿？谁都有可能是，但你绝对不是。以他首富的军事地位，我既然不是，又怎么假扮？这个局我筹备了10年，天衣无缝。到底想对他做什么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刘侦探，我和宁天宇的 DNA 结果出来了吗？出来了，我正准备去找你。结果怎么样？刘侦探，请继续说。这是打电话给哪个男人了？傅远川知道吗？我不认识你。你别揣着明白装糊涂。我是傅远川正式订婚的未婚妻，而你，静曼，一个无父无母的下贱孤儿，竟然敢跟我抢人，简直是作死！
默默到这里等爸爸，爸爸把那些坏人打跑了，就过来接默默。默默一定要乖，不要乱跑，等爸爸回来。爸爸，我会在这里乖乖的等你。一个无父无母的下贱孤儿，孤儿怎么了？你不也是孤儿吗？有什么资格嘲笑我？我曾经是孤儿没错，但我的首富爸爸把我当亲生女儿吧，谁叫我命好，不像你，沦落到给傅远川当地下情人。宁小姐找我不是来跟我斗嘴的吧？离开傅远川，离开我的视线，我看到你这种无父无母的孤儿就很烦。听说宁首富在找亲生女儿，宁小姐，你怕了？我怕什么？还不知道那命贱的东西夭折在什么地方。如果他没夭折，就站在眼前呢。我看你是得了失心疯，想当首富女儿想疯了。你以为只要是个人就配当首富的女儿？给他点教训，让他从江城消失。你们在干什么？季小姐已经有2个月的身孕，这次险些流产，以后一定要注意。汤嘞。孩子，傅远川肯定不会想要我这样子。你还敢怀上傅远川的孩子？你从哪里知道的？我没有。当然是远川告诉我的，他特意让我来处理掉你肚子里这个孽种，处理掉你肚子里这个孽种。川，今天我要亲自动手。求你放过我吧，发誓，我会带孩子远离这里，永远不在你面前出现。真的？真的，我永远不在你面前出现。我可以答应你，但是你要跪下来跟我磕头道歉，说自己是剑小三。说你是剑小三。
些讨厌，把我在乎的人带离我身边。若记忆有光，在我心里长灯，点亮了黑夜。既然你认错了，那你这野种就更不能留了，把他给我摁住！林子言，你无耻！我要亲自动手。你不是还妄想当首富女儿吗？就你这贱人，呸！住手！宁子言，我们的婚约取消，现在带着你的人立马给我滚！麦麦，我们结婚吧。贱人，贱人！一个无父无母的贱东西，竟敢跟我抢男人！怎么了？爸，远川说要退婚，他外面有人了。你感情的事不能勉强，只要你愿意，我帮你找一个更好的。不要！如果不能嫁给傅远川，我宁可不活了。混账！你这是在威胁爸爸！爸，如果是妹妹遇到这种羞辱，你也会轻易的劝她换个人吗？你一定会让那个贱人去死，让傅远川跪在妹妹面前忏悔的。傅远川他真的娶我了，感觉像做梦一样。可为什么感觉心里好不安啊？刘侦探，不好意思，最近出了点意外。我只是急着告诉你，你的亲生父亲的确是宁天宇。什么？我的亲生父亲真的是宁天宇？可是傅远川和我说，我不是他的亲生女儿。 DNA 鉴定报告是做不了假的，我也不敢跟你开这种玩笑。可远川为什么要骗我？你们是谁？我就是令天宇。你是爸爸？没错，我就是令子言的爸爸。来人，也要给我跪下去！爸！孩子，我的孩子，孩子，我的孩子，真是一场精彩绝伦的好戏啊！元川，救救我们的孩子！宁董事长，你还是一如既往心狠手辣。既然做了小三，他就该有付出代价的觉悟。当年你背叛我的父母，害我傅家破产，害我从小孤苦伶仃，那你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？梦想怎么会在你这儿？这个项链自然是从他身上得到的，因为她是你的亲生女儿。不，你在戏弄我！爸，我真的是某某。宁董事长亲手杀了自己的亲外孙，折磨自己的女儿，滋味如何呀？傅远川，
你这个畜生！是你逼我这么做的！你当时拐走了梦梦，你故意把她藏起来，你就是想让我找不到她！爸。对，我也想让你尝尝失去亲人的痛苦和绝望。宁天宇，我已经名正言顺的成了你的女婿。等你死了以后，你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。你放心，我会照顾好你的女儿季曼，我会永远把她留在我身边，永远折磨她。妈妈，爸，对不起你，爸，该死。爸，不怪你，要怪就怪傅远川，马上就下去陪你。是这样，傅远川，这就是把我当成报仇的棋子。他怎么样？这次情况十分危险，能保住这个孩子已经十分不易，往后一定要小心。是你害我丢失一切，从小就没有家人，可我还那么信任你，以为你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一直喜欢你。我可以继续给你想要的一切，你只需要乖乖待在我身边。你简直是恶魔！我要走，我要看向我爸怎么样。你哪儿也别想去，现在你只能乖乖待在我身边。不要，傅远川，你想怎么样？难道你要把我困在身边一辈子吗？我告诉你，我死也不会妥协的。哼，死了好啊，你死了之后，这一切不都是我的了？是我不小心揉碎了牙的光。你说什么？你是宁家唯一的继承人，到现在，宁老爷子的遗嘱上写的还是你的名字，而我是你的合法丈夫。你说你死了，会便宜了谁呀？混蛋！我要和你同归于尽！想要杀了我，金曼，你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好好生下这个孩子，这样你还能分到一半的财产，不至于宁氏被我吞干净。傅远川，我恨你！恨你？是我应该恨你们才对，是你爸害死了我的父母，是你们活该，活该，活该！这才真正的可笑，爱得太真，才容易让自己牺牲，才容易让自己沉沦，太容易不。他现在怎么样？宁老爷心脏病突发，被医务人员送进抢救室了，情况并不乐观。他那样的人死不足惜，现在我的仇终于报了。副总，季小姐已经知道了您的身份，您之后还留着她吗？她肚子里怀的是我的孩子，就冲这点，我绝不容她走。
副总啊，副总，您什么时候才会明白，自己其实已经离不开季小姐了？方言，去给夫人准备些吃的。她在医院待了几天，瘦了。是。不用了，我不想吃，让我自己在房间待会儿。你想绝食，把自己饿死吗？你也可以放我走，至少这样，我们还都能相安无事。你就这么想离开？你看看你现在，你能照顾好他吗？难道这个孩子死了你也不在乎？我当然在乎，可我能怎么办？难道我把他生下来，成为我们俩之间复仇的工具？还是让他像我一样，被你牢牢绑在身边一辈子？从现在开始，你随时都可以出去，但必须有人跟着，不准走太远。傅远川，你是把我当成狗吗？还要拴条绳子你才放心？你知道我不喜欢听这种话。乖，只要你好好生下这个孩子，我就放你自由。你真的愿意放我走？你真的愿意放我走？不错，好好休息，别多想了。等周末有空带你出去吃饭，散散心。无论是宁家还是傅家，都需要一个继承人。你一定要生下一个健健康康的孩子。凭什么我的财产只有5%，还都是些没用的园林地产，一年收入还不够我化妆品的开销？什么东西啊！小姐，您就别生气了，毕竟呀，你也不是真正的宁家大小姐。老爷说了，若不是因为你在中间挑拨离间，差点害死了真正的大小姐，是看在往日的情分上才给你的资产。狗眼看人低的东西！我知道他还没死，我要见他。抱歉，老爷不想见你。你已经不是真正的宁家大小姐了，这栋房子你也住不了了，劝你赶紧搬走，不然我就叫人来赶你走。陪在爸爸身边16年的人是我，凭什么那个心机的贱人一出现就夺走了一切？季麦，我一定会找你算这笔账的。我不好过，你也别想好过。这是我经常一个人来的餐厅，他带我来这，到底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？你已经出来1天了，公司没事吗？公司的事情你不用管，今天的任务就是好好陪你。我想一个人待着，你这样跟着我，我很不习惯。好，那听你的，你吃完早点回家。宁小姐，好久不见啊，季小姐。不对，我应该叫你宁大小姐，还是傅太太？怎么样？嫁给自己仇人的滋味如何？我的事不用你管，傅远川马上就要来了，你最好走开。他已经回公司了，现在没人能救你。你要干什么？你说呢？只有杀了你，
我这个养女才能继承所有的财产。你疯了！这里有摄像头，你杀了我，你就不怕坐牢？坐牢？只要我当了宁家的继承人，有什么事情是钱不能解决的？只有我当了宁家的继承人，有什么事情是钱不能解决的？远川，金白，我没事，你先走去报警。宁子夜，你下半辈子就去牢里过吧。傅远川，该进监狱的人是你。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一直怪宁天宇骗了你的父母，导致公司破产，自杀跳楼吗？然后呢？其实骗人的不是宁天宇，而是你父母。你最好给我说清楚。当年，你父母仗着宁家和傅家世交关系，骗走了宁天宇3个亿投资。被宁天宇发现便撤走投资，父母欠下巨债，不仅放火烧了宁家，害死宁家13条人命，还害得宁梦梦从小失踪。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我爸妈绝对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。你父母是被宁天宇举报之后，被警察逼到楼上走投无路才选择自杀的。可笑，宁天宇还试图通过联姻养着你，但没唤醒你的良知啊！你还拿他亲女儿报复。你走后，这天还那么蓝。如果我那时能再抱紧一点，平静的海面翻涌着的想念，你听不听得见？爸妈，你们当年瞒得我好苦啊。副总，方言，你说我现在是不是特别像一个笑话？从今往后，我该怎么去面对宁家？怎么去面对季曼？副总，事情还有可挽回的余地，只要您还怎么挽回？季曼已经失踪了，再多派些人手，把江城翻过来，也要给我找到。副总，这是季小姐寄过来的离婚协议书。哦，她还带话了。说什么？说她本名叫宁梦梦，所以其实她跟您的结婚证也只能算假的。您跟她没有结过婚。她就这么想否定我们的一切？她这么做也有她的道理。您对她确实算不上好。滚！爸，
梦梦，真的是你吗？让爸爸看看。你没事就好。梦梦，爸爸每天都在梦到你叫我就醒来了，但是我都没有看到你。是爸爸对不起你，这么多年，你一定吃了不少苦吧？都过去了吧，这些事儿不想再提。不提了，爸听你的。爸现在身体不行了，你愿意回来帮帮爸吗？我已经把所有的财产都转移到你名下。好，我也想换一种姿态生活。傅远川同我再见，我会将这些年才失去的都拿回来。